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，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题，那就是关于在华日本人的安全感，以及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，那些我们可能看不见的波澜。1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2024年的6月24日，苏州的那个傍晚，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的公交车站旁，原本是温馨的校车等待时间，却突然被一道血色撕裂。一名日本母亲和她年幼的孩子无辜被砍伤，而那位勇敢善良的中国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女士，她为了阻止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道血肉之墙，永远定格在了54岁。哎呀，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就忍不住抽痛。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凋零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新闻事件，它是无数人心中一块无法抹去的疤痕。尤其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日本人群体来说，那份曾经也许习惯了的平静，瞬间像一件华丽的外衣被撕开了一道口子，不安的冷风就此长驱直入。你们还记得吗？紧接着到了2024年9月，深圳又发生了一起日本男孩被刺杀的事件。我的天，接二连三的打击，那份笼罩在旅居中国人社群上空的安全感，简直就像是被乌云密布的天空，始终透不出一丝亮光。日经中文网的报道让我触目惊心。截至2025年春季，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学校学生人数竟然降到了3226人，比起2024年度，足足减少了11%。这个数字，朋友们，它不仅仅是几个百分点，它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抉择，是无数父母在安全与生活之间那道艰难而又无奈的选择题。想想看，这些学生，他们是祖国的未来，是异国他乡的小小使者，他们的减少，就像候鸟不再选择熟悉的栖息地，这真的让人替他们捏把汗，也让人深思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重建那份被动摇的信任和安全感呢？当然，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努力。事件发生后，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校车都安排了警卫，加强了车站警戒。这些措施就像是为脆弱的心灵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铠甲，试图抵御那无形的恐惧。6月24日，在苏州事件的现场附近，警察叔叔们依旧在来回巡逻，他们的身影就像一颗颗定海神针，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。然而，住在苏州的一位日本派驻人员的无奈话语，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这份努力上。他说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松懈。那份深埋心底的不安，真的像影子一样，如影随形。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，就在事发现场200米左右的地方，竟然出现了2战期间日本伤害中国儿童的涂鸦。虽然记者去的时候已经抹去了，但那抹去的痕迹却像无声的呐喊，提醒着我们历史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，反日情绪的暗流或许从未真正消退。今年是2战后80年，这个敏感的时间点，会不会让这种情绪再次高涨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？这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问题。历史的仇恨不应该成为无辜个体身上沉重的枷锁。这些数字啊，它像一个个小小的齿轮，转动起来就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。根据我对日本驻外公馆和学校的了解，2025年中国大陆全部11所日本人学校的学生人数都在减少。公益财团法人海外子女教育振兴财团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以来，时隔4年再次出现减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消退后，安全问题成了新的，甚至更直接的驱动因素。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坦言，现在新增派驻人员很多都不带家属了，甚至有人让家人回国。这足以说明日本侨民心里的那份不安真的还没完全消除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也如实反映了这一趋势。截至2024年10月1日，
在中国旅居3个月以上的日本人数量比2023年同期减少了4%，竟然降到了97538人，这是近19年来首次跌破10万人大关啊！朋友们，这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，它像一场无声的迁徙，是无数个体和家庭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重新考量。除了那些让人心惊胆战的安全担忧，以及因此而来的家属随行人数锐减，我们还要看到这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逻辑。中国的商业环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遍地黄金的时代了。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，竞争日益激烈，很多日本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压力山大。为了生存，为了发展，他们不得不削减成本，不得不更深入地与中国企业合作。于是减少日本派驻员，改由更了解本土市场的中国籍员工接任，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。所以你看，这并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局面，它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，安全隐忧是那条最粗的主线，但经济环境的变化、企业战略的调整以及历史情绪的偶尔浮现，都像细密的丝线，共同编织出了这份在华日本人减少的现实。这背后是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经济结构变迁，它提醒我们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信任的建立何其不易，而一旦失去，重建又将是何等漫长而艰巨的工程。作为一名视频博主，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，能引发大家更深入的思考，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，守护好每一份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全，让每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拥有那份最基本的安心生活的底气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